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沉默之龙》。这款游戏可能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2号的角色，特别像成龙大哥呀。其实也有小伙伴表示1P像元彪啊。据说这款游戏当年是买了电影版权的，但是这条信息我没有核实，所以说不大确定。游戏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分别是乔、李、加藤还有桑尼。我现在使用的就是桑尼。基本上1号位和2号位性能是一样的，3号位和4号位差不多。人物性能的差距主要就是收招的速度还有攻击力。另外乔和李平 A 都是4下，加藤和桑尼平 A 是3下，所以说我感觉后面的2个角色好用一点。另外这款游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 AB 还是比较靠得住的，攻击力比较高，而且使用之后自己掉血很少。跳跃攻击的性能也不错，平 A 应该是使用的最少的，因为很多小伙伴发现本作的平 A 保护不了主人公，经常你2下平 A， 第3下终结技还没出来呢，就被对面打了一拳，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。所以说到游戏的中后期，如果你想平 A 对手的话，你最好是拉方向的上，一点点的错位，拉方向下的话就会出滑铲。游戏当中除了可以恢复血量，还可以捡到地面这颗黄色的小药丸，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呀。捡到之后主人公身体会变红，这个期间放 AB 不掉血。这里就是第1关的 BOSS 了。游戏的流程其实并不长，但是想打得远一点就比较难了。游戏主要就是主人公的平 A 性能不好，第2点是很多时候时间不够，尤其如果你不舍得用血量来放 AB 的话，那有些场景是根本过不去的，甚至有些场景放 AB 都不成，你还需要利用到场地的一些特殊效果，比如说深坑之类的。第2关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吧。之前介绍了4个主人公，乔、李、加藤和桑尼。游戏当中开场被抓走的妹子是乔的女朋友，同时也是桑尼的妹妹，叫做凯瑟琳。抓走她的坏人叫做比奥博士。所以这款游戏真的是集合了当年轻版动作游戏剧情的几大俗啊，邪恶的博士，被绑架的妹子，然后咱们去英雄救美。因为毕竟是乔的女朋友，所以说不管是谁最后通关了，击败了最终 BOSS， 把他救出来，凯瑟琳都会和乔在那儿做人工呼吸。好家伙，这太不公平了呀，打都让我挨了，妹子都被他带走了。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形，是一个深坑，咱们可以利用一下，包括这种小 BOSS 都可以坑下去。好吧，这一下不是坑下去的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对我使用了一个跳跃攻击，结果就掉坑里了，简直就是演员啊！不用演了，我能通关。自己跳坑这种操作太明显，我打你的时候你别还手就成了，咱们就能顺利的把这款游戏配合下来。我使用的跳跃攻击，这个跳跃攻击的性能还是比较好的，可以一起打多个敌人。
下方有血条的这个跳跃攻击和我的姿势是一样的，它算是一个小 BOSS 吧，游戏的中后期经常会出现。这里又出现一个相扑，这个相扑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精英怪，它的地位有一点像街机三国志2代的赵氏兄弟。哎，刚才这个小兵给我跪下来，这演的太明显了啊，扣钱啊！这个场景就是本关 BOSS 所在地了，所以说每次 BOSS 的时候要注意留2种道具，一种就是回复血量的，还有一种是蓝色的啊，不对，黄色的小药丸。咱们捡到之后，可以无限的放几发 AB。出现了，打这里敌人的时候，我就拉了一下向上的方向杆。防止由于平 A 的性能太弱，在一个地方不动被打。又来了一个小 BOSS， 本关的 BOSS 也要出场了。这个 BOSS 十分灵活，当年可能很多小伙伴是跳跃攻击打的，这里我就 AB 了。咱们地面还有一块披萨。但是小时候见到这个东西还以为是饼呢，根本就不认识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2年，和80年代末期的轻版动作游戏相比，还算是稍稍进步了一点，起码它有一个卷轴的缩放，但是手感、攻击判定上仍然是很糟糕的。第3关，刚才 BOSS 这个头像让我想起来一个人，但是还不能够完全确定，所以说一会儿打 BOSS 的时候大家可以核实一下，因为第3关的流程不长。这里有一个回血的道具，留着，后面放 AB 用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所在地了。我刚才说第3关流程比较短，短到它只有一个版面。这里的小兵是倒地2次，后面需要倒地3次才能干掉。来了，果然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北斗神拳的甲基吗？甲基，我刚才差点没说8呀，好在及时的收住了。这个货血量也不算多，但是动作极其敏捷，能够用出残像拳。我都害怕他打着打着就掏出个油桶啊！还能放飞行道具，可以一直 AB 了，因为这里损失的血量过关之后会补满，但是每关补的血量是有限的，大概能补个1/3到1/4吧，并不是掉了多少血都能给你回满的。这个设定我觉得也是有点硬核了。下一关开始直接回满多好。上面的猴子再给我扔苹果，这个苹果是可以回血的。据说猴子可以扔3次苹果，可能是我有点飞球，还是我没注意数啊？我不记得他能扔3次苹果，我印象当中是2次。刚才我使用出了抓住敌人头发的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就是把敌人攻击到硬直，然后就可以抓着打了。
抓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按跳，还可以把敌人举起来，然后向任意的方向扔出去。还真的给我3个苹果呀！那小猴子，我是误会你了。抓头发攻击虽然看起来很猛，但是输出也是比较乏力的。这款游戏没有什么特别狠的连续技手段，打的还是一板一眼的。吊桥上敌人被打击到的话，直接掉下去。这几个妹子实在是浪费了，考不考虑都跟我弃暗投明啊！这个场景就是本关的 BOSS 所在地。本关 BOSS 长得非常有个性，像是一只球鱼，并且他团神的时候是有无敌时间的。怎么小兵打了我一拳，我躺地上了呀？这是互相演。我记得玩《兽王记》的时候，通关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来这些人是在拍电影。这个小个子的敌人是爆加强道具的，把它尽量往屏幕的右边推，这样可以把这个道具带到 BOSS。其实这就是游戏的一些细节。游戏虽然看起来简单，或者说看别人玩简单，但是自己上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，就是因为没有注意细节呀。当你目标明确，注意细节，执行力强，就没什么搞不砸的。BOSS 出场了，我先变红，好像烧到他了。这里是有2个回血道具的，所以说咱们可以尽情的 AB， 再加上刚才的一个加强的道具。这个家伙让我想起了怪物猎人的赤甲兽。游戏当中有一个设定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你的 AB 如果没有击中对手，自己是不扣血的。打完了，主要还是资源比较充足，后面还要打2个 BOSS。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进入了中后期，关卡的分配不是很合理。第3关的长度明显就太短了，后期的关卡又太长，地上桶和箱子比较多。资源还算充足，我补了一下血。这里出现了一只蝙蝠，蝙蝠的 BOSS 用跳跃攻击还是比较有效率的，后面咱们还会遇到。但是本关是一个双 BOSS 的设定，这个小兵呢，我故意留了他1条命，半条命吧，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和蝙蝠多单挑一会儿。如果刚才的小兵挂了，马上本关的 BOSS 就出现了。蝙蝠打完了，这个 BOSS 平 A 有一定的效果，也可以利用一下道具，因为道具之前都没用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攻击的范围还是很优秀的，但是呢，同样的问题就是它无法保护你，所以说你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距离。最好呢，喊2下就跑。时间还够，16秒。这里的秒数走的还是很慢的，可能7、8秒才会向下读1秒。一发 AB 带走了，这样后面就是最终关了。最终关的门口，门口这里呢是整个最终关最简单的地方，但是要小心门口的2个激光枪，这个激光枪是有伤害的。虽然伤害比较低，但是也不要被打到，因为本关的血量非常的宝贵。
最终 BOSS 的时候是不给补血的，简直了！我觉得做游戏 BOSS 的地方不给回血的道具，都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，太恶劣了。而且是最终 BOSS， 而且本关现在这个场景，大家看25秒，这个地方真的需要争分夺秒，你要打得超级的有效率，才有可能不在秒数走完之前把这个场景过了。这个场景超级的长，而且这个场景竟然涉及到 BOSS rush 的环节。现在打的就是第一关的 BOSS。25秒，大家可以帮着数着点啊！现在是22了，后面的流程还长着呢。这一套下来 ，BOSS 也没掉多少血。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学双截龙了，但是你把他的攻击力也学来啊！我的天，19秒了。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还没有回血道具。好，这个地方，我刚才是不是说抓头发那一下学双截龙了？现在这个场景感觉有一点学红白机平台的双截龙2代直升机那关。这个门可以把敌方吸出去，当然了，也可以把我吸出去。好像 BOSS 是吸不出去的，所以说这里我需要慢慢和他打了。时间只有16秒了。15了，后面我记得至少还有2个 BOSS。到这里我第2个还没打完，已经开始卖血了。如果他能够从门里边被吸出去就好了，但是游戏当中 BOSS 好像没有这个设定，或者是有。但是判定比较严格，我没有做到，就大家可以给我科普一下。这里有2个回血的道具，捡了，血量没加满。前边是有一个坑的，这个坑需要利用，不能说需要利用，是一定要利用。如果不利用的话，时间是肯定会走完的。多把敌人往坑里边推。AB 吧，这个地方我感觉跳跃攻击的话达不到这种效果。好的，9秒了。这边墙很热，看起来像一个反应堆啊。把敌方往上推，这样可以利用一下它的输出。但是自己不要靠上去，靠上去是掉血的。这里给了一个加强道具。加强道具往屏幕的右侧带，时间还剩6秒。我的天，太紧张了！前方是2个 BOSS 啊，2个蝙蝠。5秒了，我还要打2个蝙蝠呢，你们2个能不能快点扑街呀？4秒了。准备捡东西。出现了他们2个 AB 呀，趁着不掉血，大概能放4个左右。我好像放了5个，直接干掉了1个。BOSS 都挂了，但是这个小兵还活着，这还有2秒，1秒了，应该还能给我读个0吧？倒地2次，还需要1次。好的，他挂了，时间0秒，终于是把这里过了。但是咱们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的场景 AD 用的太多了。看我的血量啊，大概现在是20%，要面对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是有2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拿着机关枪，大家说这是不是又一个双截龙最终 BOSS 的设定啊？但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钢铁手肘，
就是敌方的子弹是可以用手肘来打掉的。我刚才一个手肘打掉了8发子弹，太强了呀！打这个 BOSS 就要这样打。近身的话，其实站位非常困难，还是跳跃来打他。然后自己的手肘呢，也可以把他的子弹打掉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只有一招比较有威胁，就是拿出电锯。他的血量非常多呀，现在还看不出来掉血。他的话还是要走位，利用 Y 轴。我现在的血量还稍稍有点富裕，可以挨他2、3下吧，所以可以贴。但是你的血量少了就不要贴了。还是站 Y 轴，看他的出招。血量开始掉就好办了。刚才被我打坏了一只石狮子，其实左边还有一只，但是不出东西，是不是制作组给忘了呀？这毕竟是最终 BOSS。如果给回血道具的话，那我肯定又是满天的 AD 了。血量基本上见底儿了。这款游戏的分值给的是真高啊！打完他的话大概是400多万。我的天，被砍中了，有点疼了。怎么砍中我的？我觉得我站的距离够啊。一发 AB 带走了，这样正式通关。大家看一下通关的画面，真的是不管谁救出来的都是小蓝，他上去啃啊！我血都空了呀，凯瑟琳。桑尼可是你哥呀！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沉默之龙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